多时候发现到说，有一些佛教的这个道场呢，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气氛呢比较淡一点，因为呢他们更多是佛学班或者是佛学研究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读书会，当然读的是佛书然后大部分的活动呢都以这个社会的或者是佛教的一些活动，那么宗教信仰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没有那么强调，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佛教团体呢，念诵的课程还是有的只是他们可能在这个活动的这个数量上就可能这个部分呢就少一点。那么这个也是马来西亚佛教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特色。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呢，那么类似这样的一种活动可能就不常见所以你们进到一些佛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佛教会也没有很严格要求。如果是一些道场、一些寺院呢，他会告诉你，你进到这个道场的时候要怎么样守这个规矩最近我看到有一些视频就是大陆佛教的一些，甚至一些导游他们也发这个视频，告诉人家你进到寺院要从什么左边进来，然后绕圈，然后要从右边出去左边进来要跨进来，要先跨这个左脚那么寺院呢，他们的大殿还有一个门槛那你不能踩在那个坎上面你要跨过，然后出去怎么样，很多规矩，然后插香还要怎么插那我想你们在佛教会大概没有那么多这些规矩那么也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活动，所以很多佛教团体呢，慢慢它会衰退。为什么呢？因为信仰这个层次呢，它没有特别强调的时候呢，这个信仰宗教情操会慢慢的淡化。甚至我们有一些在家学佛的，我们第一天就提到，他们认为说皈依佛宝跟法宝就好了，因为他们认为说有一些出家众佛学没有我这么好我干嘛要皈依他我们就出现了这种问题了。但是要知道说三宝它是一体的，它是一种信仰，那么这个信仰是要从你的内心的一种性提起来。假如你只是理解佛法，然后你又不能够用信仰的态度来学习的话，我们就知道智慧门缺乏了这个信愿门来提升的话，或者是来让他把自己的信心提起来的话呢，他这个智慧门就会走偏差就容易走偏差。那我们现在这边有这个情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佛陀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他这个部分也不是很多就是信愿的这个部分是到了大乘佛法出现的时候呢，信愿的这个部分呢有特别被提起来。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从我们所谓比较传统比较接近印度佛教那个系统的，其实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部分的，他们每天也有念诵。那么信徒进去呢，也是要跟做这个法事，而且他们的这个信仰呢有时候更加的浓厚但是很浓厚的信仰里面呢，假如你不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去运作其他的修行的话，可能你只是变成是一种信仰而已。那么这个在一些这个信仰比较普及的这个地区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慈悲跟智慧的这个部分的行持，它反而呢弱了一些。
所以实际上呢，佛陀在设计或者是在告诉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它是很完整的。那么后来的一些祖师或者一些论师呢，就把它整理出来。那么整理出来以后呢，我们要从这一些方面呢去掌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的修行，或者是我们要深入修行的时候呢，会有更完整的这个理解。那么有这么完整的理解呢，我们就在实际的用功上面呢，它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佛陀还有，我们有提到佛陀对不同层次的众生，他说法的时候呢，他会有层次的不同。所以层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程度了。你看你的程度，你是幼儿园程度，我就教幼儿园的功课咯。其实幼儿园本来没有什么功课啦，我们现在这边的幼儿园教的功课呢，已经到了小学了小学有小学的功课，小学之前的幼儿园本来叫做学龄前教育，然后我们把前放到后去了。常常很多这个幼儿园他们的功课不是学龄前，是学龄后他在幼儿园读3年，他已经把小学3年的课程读完了我们的这些老师呢怕没有教学生，没有把他们拉一下，他们长不高其实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甚至呢我们全民的这个教育也要注意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设计呢学龄前的幼儿园2年3年，然后学龄后的小学6年然后再上去中学6年。那么这样的一个程序安排的话呢，就对我们整个学习有了一个比较具体，而且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知道我们自己学到哪里然后再上去呢就大学咯，然后就进入更专精的这个研究所博士班这样一直上去。然后博士班呢还有博士后对那么去专精了，就变成一个专家，或者是一个发明家，或者是一个在他的领域里面呢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的成果出来的人那么佛法的修行也是这样。我们看《华严经》，他就把这个次序呢建好了我们现在都在修这个信心。你们以为我的修行多厉害了，读一读这个经文，发现他教我们用功的方法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好像看看就好，读读就好，好像都做不到的，对不对？那么甚至他讲这个十信位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都还没有修完。你修完了十信位呢，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贤位我们叫圣贤嘛，贤嘛贤位呢，就是从这个十信完成了以后，进入十住、十行，然后十回向，30个阶位30个阶位你修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到这个圣位，初地，然后到实地，然后就会成佛所以52个阶位嘛。所以《华严经》它的内容，其中一部分的指导，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次第那么当然这个次第是《华严经》通过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说明。那么有一些方法呢是这样，它在这个经典里面是这样子教导，可是在另外的经典里面可能不是这么教导。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部经典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佛为菩萨说的。那么这个菩萨有不同次第吗？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不同次第的修行。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哇，好像有一些不太容易因为呢，我们
还没有进入到菩萨的阶位，知道吗？不要说入贤位，我们这个外面的还没有进入的这个实性位呢，看起来都还没有完成那么在修行上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虽然一面在学佛，还一面那么多烦恼你自己的烦恼，你身边的人的烦恼，家里的烦恼，亲戚的烦恼，朋友的烦恼，哇，好多。我们看这些经典里面讲那佛菩萨，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烦恼的嘞，我们又为什么那么多烦恼呢？哎呀，这个很正常你们不要因为读了这个经典以后呢，发现，哎呦，我们实在是太差了自卑在佛菩萨面前不用自卑也不用心虚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来的这个榜样呢，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这些修行的法门呢，不是要让我们自卑的，是要让我们有自信然后呢，我们建立自己的这个自尊然后自强，这样来提升的吗？对不对？那佛菩萨呢，他走在前面给我们看我们发现到说很难佛菩萨都做过了吗？走给我们看了吗？这条路佛都说呢，此世道我已修，对不对？修了给你们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虽然很多我还做不到，但是呢，有一些呢，他讲的时候我可以做到2分或者1分，对不对？那你就有信心了。然后佛菩萨呢做了8分、10分没有关系，我做1分，或者是0.0几分，有在做了吗？那就是说慢慢的，我们凝聚了这些功德，凝聚了我们的行持，我们也可以做到吗？所以读经呢，就是要这样子去读佛菩萨，因为所有的这个经文都是佛，还有菩萨，还有这些圣者的智慧来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读完了那些对我们说的，跟我们的根基相应的，我们我就有在做啦。你们现在有在做什么事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布施？有，对不对？有了。有没有持戒？不太敢讲太大声但是呢，我们知道佛菩萨很慈悲，尤其我们大乘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呢，我们的最基本的5条戒，你说我只能做2条我只能够持2戒，那你就持2戒咯，有什么关系？你持了2戒以后呢，你发现第3戒你也可以做到，第4戒也可以做到，第5戒全部都可以做到了，10戒吗？那么你们布施持戒，布施大部分同学都在做你们来这边其实呢，你们也布施了不少一方面呢，你布施一些你能够有能力来护持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在办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经费嘛，你们已经布施了然后还有呢，你们也布施你们的时间出来了你们有些同学全程不简单3个星期也算是蛮长的你们出外旅游假期都没有这么长对不对你们竟然布施这个时间，然后用你们的身体的精力精神然后来这边用功，来护持这个道场，护持这个法会。你们全部都不来的话，都不做这个布施的话，我们就几个法师在那边念
这个是法师本分的工作来的嘛，他们可以用这个念也没有什么反正他们都要念经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道场就少了大众的扶持所以有咯。那么你们来这边的时候呢，也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有守戒的嘛，几条戒你们都不会犯。你看我们的那些小菩萨，小菩萨在那边，你们都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们，对不对？我们现在呢，不小心不知道谁去找到一个捕蝇的，捕这些小菩萨，因为小菩萨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呢吃饭他在那边，我们每次讲供养佛法僧，普及一切众，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又不想普及他的，最后呢发现有时候呢这个是不得已，因为我们还是有执着，我们的执着呢就觉得你们这些小菩萨呢不干净、不卫生，对不对？我们又怕他等下带一点什么病菌来了，因为这种小动物我们如果是有一种流行病听说就是他们传的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给他们的罪名的。我们人比较聪明，他们都不懂，他哪里知道他带什么东西来，对不对？然后带来了，我们出事了，我们就骂他，然后就欺负他们。那么这段时间至少我们虽然会处理一下我们都为什么这个小菩萨这么多呢？因为我们对面呢就是一个农业研究中心那边养很多动物，养那些动物的话就会有这些小动物偶尔呢你们也会闻到一些味道然后这些都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就学习守好。你在家里可能受不了，已经啪啪啪了，对不对？你们在家里有啪啪啪的不然就放一些东西黏住它然后不然就放一些东西给它啪啪啪那种电子的。可是我们这边呢发现到那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把它补了以后呢放到外面去，然后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放回到那个农业研究中心的门口然后跟那个守卫讲，你们这边来的放回给你们，然后让小动物小菩萨呢跑回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去了就是他们把我们送回来的但是我们又发现到说，他们不止告诉他们，不会告诉他们不要去，赶快去，那边有好多东西好吃的，他们又来了所以这段时间至少我们这个做到了然后我们也学习吃素了然后我们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几条戒我们也守了，对不对所以这么信任你们，为什么呢？你们来这边守戒嘛所以都开放给你们。